大家好，欢迎收看望桥湾频道。在信息科技时代，移动设备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已经充斥着人们各行各业，比如教育、军事、医疗。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已经处处离不开他们的影子。除了那些硬件的支持，背后还有编程语言的默默支持。全世界的编程语言大概有700多种，而能跻身于前50的，肯定是在生活中给人们很多帮助的语言，也是经过历史一轮一轮的颠覆所淘金出来的黄金语言。根据 TOB 的数据最新统计显示，位于前20的有 C 语言、Java、Python、C++、C#、Visual Basic 以及 JavaScript、PHP、R 语言、SQL 和 Swift 以及 Go 语言等等，还有其他很多的语言。而作为最新的统计，C 语言荣居榜首，它是有一个原因的。一个是主要是最近疫情的原因，很多医疗设备的投入都在大量募招一些做嵌入式的程序员，所以 C 语言的比率也是有所提高的。当然，C 语言也是一直跻身于前10的一种语言，而且根据2002到2020 C 语言、Java 语言、Python、C++、C# 以及 JavaScript 或者是 PHP、SQL 这几种语言，虽然都会有波动，但是也一直受到大部分人的青睐。很多小伙伴在选择语言的时候，也会在网上进行资料的对比。个人感觉，如果你要选择一门自己刚开始要投身于工作实践的编程语言，除了个人爱好和社会需求之外，首先你要了解每个语言的特性，他们在每个岗位所具有的功能，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以及投身于工作。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都学完再去参加工作，那样恐怕已经海枯石烂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一些语言历史和它们应用的领域。首先是我们介绍一下 C 和 C++。C 和 C++ 都是在贝尔实验室被开发和设计出来的，而且都是通用的编程语言，被广泛的用于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C 语言编译器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macOS、Linux 以及 Unix 等等。C 语言的设计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编程语言，例如 C++、Objective-C、Java、C# 等等。而 C++ 是起初被称作 C with classes， 包含类的 C 语言。大家学习 C 语言的肯定知道 C 语言里边是没有类的概念的。C 语言是一个面向过程的语言。什么是面向过程呢？就比如把大象装进冰箱里需要几步，这个一步一步的过程。而 C++ 是一门面向对象、具有多继承的语言。作为古老的语言， C 和 C++ 到现在依然都很金贵。当设计更注重性能的硬核心系统编程时， C 和 C++ 仍然是首选的编程语言。
C 比 C++更接近硬件，并且提供更好的性能。许多开发者会转向像 Java 或者 C#， 是因为和 C++、C 相比，使用 Java、C# 更便于开发。C 和 C++ 拥有最好的编译器、开发环境、库和核心的开发部件。现有的生态系统和高性能应用程序的需求，使得 C 和 C++ 一直需求都很高，而且 C 和 C++ 开发人员的工资档次也是比较高的。毕竟 C 和 C++ 作为系统开发，对于内存的分配都是比较严格，而且性能比较高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大众化的编程语言，像 Java。Java 是任职于上公司的詹姆斯·高斯林于1990年开发的一门语言，当然现在也已经被 Oracle 公司所收购。Java 编程语言是十分接近 C++ 语言，但是它舍弃了容易引发错误的指针，以引用来取代，继承了 C++ 语言面向对象的技术的核心，以及移除了 C++ 中运算符重载和多继承的特性，用接口来取代，增加了垃圾回收器的功能。到现在为止 Java 已经到了第14个版本，而稳定版是 Java 11。Java 号称是一门跨平台的语言，可以运行在 Windows、Mac OS 以及 Linux， 具有一次编写到处运行的跨平台的特性。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小时候肯定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尽信官网不如没有官网。官网发布产品的时候肯定会说一些让人震撼的、引人注意的一些语言。所谓的一次编写到处运行的跨平台特性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你在 Windows 运行的 Java 项目拿到 Mac OS 或者 Linux 上，有时候它会出错的。大家在平时的开发中要注意，比如你一处编写在 Windows 和 Linux 以及 Mac OS 上，起码对于一些文件路径需要修改。其次就是回车符或者一些其他的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错误。所以说官网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准确的？跨平台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说一次编写到处运行，而是应该是一次编写适当修改到处运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C#。C# 是微软推出的一种基于 .NET 的框架，也是一门面向对象的高级编程语言。C# 是由 C 和 C++ 派生出来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也是继 Java 之后而产生的一门语言。微软在2000年发布这种语言的时候，是希望借助于这种语言取代 Java。当然，到现在为止 ，C# 也不可能取代 Java。C# 现在也主要是以 .NET 框架类库为基础，拥有类似微弱 Basic 的快速开发能力，来在 Windows 上进行开发的一种高效强大的编程语言。毕竟它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微软。
如果你在学习完 Java 或者是 C# 的时候，再去看另一门语言，可能你就会感觉到 C# 和 Java 的语法有很多相近之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C# 已经成为构建微软家族各种应用的首选。如果你钟情于 Windows 系列，那么你可以选择 C#， 它可以构建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以及数据库应用程序、外部服务、移动应用程序和游戏等等。但是要进行硬核心终端游戏的开发，仍然要使用 C 和 C++， 毕竟它们的效率高嘛。所谓高级语言，就是对 C 和 C++ 做了一些包装，效率肯定要低一些。这个大家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便会有所分晓。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是钟情于苹果系统的，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希望学习 Swift 或者是 Objective-C。当然 Swift 也是开发出来用来替代 Objective-C 的。Swift 是苹果公司为 iOS 以及 iPad、macOS、watchOS、tvOS 以及 Linux 开发的通用语言。它允许 C 和 Objective-C 以及 C++ 在一个程序中运行。苹果公司打算让 Swift 支持与 Objective-C 相关的许多核心概念，特别是强调动态调用。作为有背景的 Swift， 相信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大家选择 Swift 钟情于苹果也是明智的选择。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像 PHP。PHP 是一种开源的通用的计算机脚本语言，尤其适用于网络开发，可嵌入 HTML 使用。PHP 也是吸收了 C 语言等流行计算机语言的特点，主要目标是允许网络开发人员快速编写动态页面，当然流行度不是最好的。许多人认为 PHP 不是程序设计的未来，但 PHP 巨大的生态系统使得未来几年里全世界需要大量的开发人员对其提供支持。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Python 语言。Python 也是一门通用型的语言，主要是用于系统的运维以及网站后台的开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并且近几年来的势头强劲，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与其他的动态类型编程语言一样， Python 拥有动态类型的系统和垃圾回收功能，能够自动管理内存使用，并且支持多种编程范式。Python 也是具有很多流行的框架，比如 Django、Flask 等等，被广泛的应用于内容管理系统以及教育领域和计算机学习算法开发。还有一种具有强大背景的 Go 语言，是2009年由谷歌发布的一种编程语言，成长非常迅速，在国内外已经拥有大量的应用。Go 语言主要用于是服务器端的编程，对于 C、C++ 以及 Java 都形成了不小的挑战。另外就是人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很多资料都是动态的、实时的，而不是写成了死页面。大家平时在用手机或者计算机的时候，最常用的功能就是搜索，使用浏览器，而浏览器都是基于 JavaScript 基础编写的。JavaScript 是一种高级的解释型编程语言，主要是用于 Chrome、Firefox、Safari 这些浏览器，供大家实时的查询用的一门语言。
大家平时在看浏览器的时候，可以鼠标右键选择查看网页源代码。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标签式的源代码就是 JavaScript 编写的。JavaScript 常用来完成的任务是嵌入动态文本、HTML 页面，对浏览器事件做响应，控制 cookie， 检测访客浏览信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给大家动态数据。提供动态数据，这时候就需要使用到 SQL 语言。市面上的SQL 服务器有很多，像 MySQL 以及比较流行的 Oracle 或者 DB2， 但是它们的语法有很多一部分都是相同的，大家可以任选一个公司的数据库产品，像MySQL，而MySQL 也已经被 Oracle 公司所收购。大家平时查询到的动态语言很多都是存储在数据库里，而查询的时候动态调取出来的。当然，在实践中并没有这么简单，可能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优化，使用 Elasticsearch 或者是 Solr 进行优化，为了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到自己需要的资源。SQL 作为结构化查询语言，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是由 IBM 公司于1970年开发的，用于创建、更新和检索这个系统数据，至今为止也是市场上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技能。比如很多公司也是有单独的一个应聘岗位，就是数据库管理员，而且薪资也是比较高的。入门简单，但是真正的进行优化的高手还是比较稀缺的。所有的这一切编程语言，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爱好，以及大家可以去招聘网站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判断一种语言的这个在某一方面领域的好坏。没有一种语言是没有缺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存在即是合理的，因为每个这个编程语言它都有自己的特性。大家可以选择一门语言学习之后，然后去找工作，根据市场需求将知识点进行总结，系统的学习，而不要盲目的学习，避免走弯路。想要学好编程语言，也是需要注意到几个细节，比如就是实践能力。很多人在学习计算机的时候会查看很多资料，或者是去网上搜索一些视频，或者是参加一些感觉对自己有用的培训学校，花了1-2万，最后也没有投身于这个行业来。其中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实践的太少了。编程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技术语言，你每天都在进行的纸上谈兵肯定是不行的。别人做到的你看看就懂了，没有进行实践，结果在你进行编码的时候就会错误百出。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在学习的时候要一边看一边进行练习，比如要怀着一个敢于挑战官网的这个心态学习。
在 Windows 上抄的代码拿到 macOS 或者 Linux 上，看看到底会有哪些错误，应该注意使用的 Java 语言里边，或者是 C 语言、Python 语言，哪些点应该注意。总结起来就是需要你一是动手能力，第二个就是要细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你坚持。另外就是大家不要去看一些网上不好的评论，比如学习哪种语言不好，哪种语言更值钱。既然这个编程语言能存活到现在，那它一定是有市场需求的，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学好的程序员在工作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干一行恨一行的心理，所以大家不要被它所影响，因为每个行业它都是需要付出汗水的，而且当你学完一门编程语言的时候，你再回头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语言并不是说会扔掉的。当然有一些工程师在工作中也会在这个编程语言里进行转行，学完了 C 或 C 加加去转战 Java 或者是 Objective-C Swift， 这些也是可以的。毕竟市场也在不停的变化，你需要去适应市场，而且你的心理也有了一些其他的变化，对编程也有了一些新的认知。编程语言都是具有相互联系的，后边的一些高级语言没有一种是凭空而产生的。当然最后我再给大家提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感想，就是大家在学习编程语言的时候，一定要跟实际的生活相融合，去联想。比如在编程语言里，像 Java、C#，或者一些其他的语言，都会有一些像字段、属性以及方法，大家就可以联系到生活中人们对描述事物的一些特征和行为。比如人，它就具有一些特征，像眼睛、鼻子、耳朵，以及具有的一些行为，像说话、跑步、打猎等等，就可以对应到编程语言里。所谓的编程语言不过也是人类去创造的，既然是人类去创造的，那肯定它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启发。比如一些高级语言，就面向对象类，所谓类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抽象的总结。像一提到计算机，大家头脑里肯定就会显现出来它的样子，抽象的样子，有窗口，有键盘，有什么功能。而所谓的对象就是被实例化的一个具体的物体，像一个 Mac 笔记本，一个 Windows 笔记本，在程序里 Java 语言它可能就是 new 的形式等等。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我的语言组织能力是否对大家有建设性的帮助。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如果我在这个录制的时候有任何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帮我指出。当然，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感兴趣，就点赞并且按下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谢谢。